本的公债遭到了抛售，现在引发的蝴蝶效应，连美国公债都受害，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2026年全球的资本市场，整个资金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方向，会颠覆我们过去的想象。过去的时空背景当中，你可能会说，哎呀，如果这个地缘政治不稳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极度的一个什么突然的事件啊，然后有避险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赶快去想日元避险、美元避险。但是2026年开始，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一个剧本了。那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什么样的金融秩序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好好梳理梳理。当然，这可能是初步的一个梳理，因为接下来可能世事多变化嘛，我们会随时带大家来更新。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带您来看到了近来日本的债券呢，迎来了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震荡。日债呢，你看到了那个突然间的殖利率往上飙，特别是长天期的，它的债券呢，整个在崩跌崩坏的过程当中，整个外溢的效应还拖累到了美国的公债。那大家就开始有点担心说，哇，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就带你来看到，这些可能都不是单一事件，而且呢，可能也不是一个这个偶发的事件，它会重回正轨的，它可能就是整个时代在转弯了哦。我们先来看日本，日本为什么突然间他们的一个公债呢，突然间迎来一个非常剧烈的震荡？你要从它的政局开始说起。最近呢，日本的一个政坛呢，当然这个有一个非常这个剧烈的一个消息，那就是日本的首相啊，看到了这位这个高市早苗小姐啊，她解散了国会，解散了众议院，要重新改选。那当然要重新改选，你要端出一些政策牛肉。她的政策呢，跟她当初接任首相的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高市早苗呢，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这个蛮走稳定派的、稳的这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有稳定感的一个首相。结果突然间他激进了，突然间他说我要扩张财政支出，我要减税了。当然呢，在一个民主社会，你要抢选票啊，当然减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嘛，感觉大绝招，对吧？但是呢，你从一个让人家觉得很稳定啊、很稳健型的一个首相，突然间说我要减税，我要扩张财政支出，我要拼经济的时候，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呢，你看到他说他要减税，但是你没有告诉人家你的财政来源在哪里，这马上让大家觉得哇，信心全失。再加上你在此时此刻说你要改选国会，很多人觉得现在的日本人，我的通膨状况很严重因为日币呢不断在贬值过程当中，让日本人他们的一些进口的商品变得很贵，所以呢他们的通膨状况一直压不下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生活很辛苦我这个买东西很贵，然后我生活有一点过不下去，然后薪资也没有办法这个成长，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跟我说你要改选国会，你有事吗？他说没有，我是高市，你有事吗？好，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呢，大家就说了，那这个时候你还要改选，但是呢，你如果持平来讲，高市早苗他现在的民调是高的，所以他去改选很大的机会，他在这个时候会拿到最好的一个选票，可能可以有机会让他的自民党呢可以重新回到一个非常完全执政的状态。所以你要说他错吗？也没错。但是呢，在日本的这个国民的心中会觉得现在的状况不合适吧，但是呢，高市早苗就是要选你奈他何，但是呢，就引发了这个大家对于他执政的方向转弯的一个这个信赖度的一个动摇，差不多可以这样形容。好，那再加上呢，我们来看现在日本呢面临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要从一个极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它要转型，让它的货币正常化，让它的一个这个财政的一个这个状况整个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它需要做什么样的状况？它要升息，它要让它的货币回归正常。那于是呢，它要开始做的是，过去的年度当中，日本是极度宽松，它不断的在这个放资金出来，然后它在这个购买很多的一些金融商品，它稳定它的一个这个整个财政的状况嘛。所以你看到了现在的日本呢，它回归正途，除了它要开始升息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要结束他的宽松，结束他的一个这个他要开始继续购买他的金融商品。于是乎，他要慢慢的缩手，慢慢的把他手中过去这15年来买的所有的商品
它要慢慢让它回归市场。所以呢，那叫做大买进时代的结束。大买进时代大概从2010年开始，那个时候呢，他为了要让资金放进市场当中，所以那个时候的日本银行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固定的在买 ETF， 那这个 ETF 呢，当然就是把钱放到市场当中咯，然后呢，他还买了很多连接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商品，他买这个 J 的 REITs， 好，那这些都买了非常多在手中，总计2010年买到今年，买到2025年，这15年间，他总共手上呢，现在买来的这些相关的商品呢，高达37兆日元。既然他的一个他的货币，他的利率要让它正常化，这些手中买的东西也要让它放回去，要卖回去哦，要卖还给市场。于是呢，就大家听了就觉得，哦天啊，好可怕！你这个37兆日元的商品，你全部倒出来。妈呀，那个日本会昏倒的吧，会崩盘的吧，市场会被你倒歪掉吧。那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植田和男先生就别担心，赶快出来稳定军心。他说我要把东西卖出来，但是我会很慢，很慢，很慢，有点像那个魔戒当中的那个树人那么慢，讲话很慢。怎么卖？好，他说怎么个卖法呢？他说，我会怎么个卖哦？37兆日元听起来好多好多，对不对？那别担心，我大概每年我的 ETF 呢，我就卖出3300亿日元，然后呢，我的这个 J REITs 呢，我就卖50亿日元，我就用这样的 tempo 在卖。好，这样的 tempo 你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给大家比例尺。以现在呢，东京的这个证交所每天的成交量大约呢是在5到6兆。一天，然后他说他一年要卖3300亿日元，对吧？也就是说，他整年度卖出来的还远远不及东京证交所一天成交量的1/10，够慢了吧？有够慢。所以你说这么慢，你要卖到何时啊？37兆日元，它大概要卖100年。大概比我们的命还长，卖那么慢。好，那么慢呢？你说哦，那应该对市场的一个影响不会太大吧？但是还是有影响，因为呢，你说这个以国家等级我要买东西哦，当然就是买那种全值，对吧？买那种龙头股，所以呢，它的一个持股呢，它会非常集中在日经225，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龙头的科技公司，比如说像进来爱德万测试这个半导体测试公司龙头的，进来就压力很大，因为政府持有它很多的股份嘛，然后你看到像是软银啊这些所谓的龙头全指股，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虽然慢慢卖，但是呢，我的手中都是你，所以呢，我怎么卖就是卖你 ，OK？ 好，所以呢，大概是这样。但是呢，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它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慢慢观察，但应该不至于说它整个倒出来之后会把整个日经股市给倒烂掉，那是大概也没有那个可能性啦。而且呢，它也留了一个弹书，说我会看状况，我已经够慢了。那万一一个风吹草动，对不对？我可以随时不要卖啊，对不对？大家不要担心哦，要赶快稳定军心。好，那当然呢，这些都是让日本呢，它整个这个财政的一个这个状况正常化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高市早苗，这个时候要改选国会，还是不免让大家觉得很可怕，对吧？所有的不稳定的对金融市场似乎是负面的因素全部都加上来，于是乎呢，再叠加上你看到进来这个川普先生说他要拿下格陵兰，对吧？然后要对这个欧洲发起关税大刀、关税战，然后呢，让大家吓歪。那当然呢，他最后这个 taco 了嘛，他最后又说，哎呀，算了，没了，我已经搞定了，所以我就不用再给你们这个课关税。但是这一来一往啊，这个波动也是让美元突然间瞬间美元指数就跌下来，就跌破100嘛。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说，哎呀，这个川普一讲话，然后呢，这个感觉好像地缘政治又紧张，然后呢，感觉美欧的贸易大战要开始，很紧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赶快去买避险的商品，赶快美元崩了，我要赶快去买日元。但这一次很吊诡，很妙，日元也在贬，美元贬的时候，日元也在贬，然后你就说了，哎呀。那日元不是本来是避险货币吗？它不避险了。当一个货币它不再被认定是一个避险商品的时候，全球资金就会开始寻找其他更能够避险的标的。
大家对于日元看待它的眼光就会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开宗明义告诉大家，2026年将会是一个，如果你10年之后回头看，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转捩点的一年，因为它会影响大家对于投资的一个方向，对于大家投资的既定的那个感觉是公式一般反射、吸反射。世界很乱的时候，我们赶快买日元避险；世界很乱的时候，我们要买美元。但是未来可能这一套已经完全不 work， 就是不运作了哦，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了。你从这个进来，每一次发生大事情，日元好像都没有像过去一样，日元的汇率马上往上走，大家冲进去避险，没有这回事了。日元在贬值的状况底下的哦，那日元一直在贬怎么办呢？日元贬啊，一个国家的货币一直在贬值，当然对它本国的经济是非常不 OK 的。比如说，你看他们就会导致日本的通膨嘛，他们的进口商品变得那么贵啊，所以呢，他们的通膨就压不下来，类似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呢，现在这个花旗银行就预估了，为了要挽救日本的这个日币的汇率，所以你就看到很可能日本这个央行、日本银行在今年可能会用3次的升息来挽救日币的汇率了哦。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要讲到日币的一个升贬啊，要来听听这个人怎么说啊。这个是瑞穗银行的首席市场经济学家，他讲日语讲很准啊。我们来听他怎么说。这个唐千大辅他说啊，日币呢2026年你要怎么看啊？先看升再看贬。升呢，是这个日本央行会动作嘛，升息，然后呢，还有这个美元的这个降息，可能呢都会让这个日币呢，可能有机会往上走一段。但是呢，之后呢，你要回归到这个日本，日本呢是一个已开发国家当中负债很多的国家，然后呢，你又看到它现在的一个政局好像呢，没有那么样的稳定，然后你看到现在的这个高市早苗又要用降税的方式来要到选民的心，所以呢，他说那可能回归结构面之后呢，下半年你又看到日币可能又贬下来，好，大致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大约是148到160，差不多是这个区间了哦，一个区间给大家去操作去了哦。然后呢，就讲到了近来看到了这个日元的一个公债殖利率哦，这个特别长天期40年期的突然间往上飙破了4%哦，这是30年来的高点，这什么意思？长天期的一个债券，然后呢，你飙到4%以上，代表它的价格崩坏的很严重，崩得很低，没有人要接手，代表呢，大家对于日本的财政的健康度是不信任的。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现在的日本的状况是，它是一个已开发国家，债务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它背债很多，那当然你会说日本它不可能倒吧，对吧？所以欠钱有什么关系？它还出来就好，它不然的话就是它借新还旧嘛，总是这样子。但是呢，近来日本的公债在标售这种长天期的一个债券的时候，没有人要接手，没有人要买，这是为什么它的殖利率飙那么高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它那个触发点就是它的一个公债殖利率飙破4%的触发点，就是高市早苗说他要降税。你要降税，那你的财源何在？你这个政府已经欠那么多钱了，然后你现在还说你要降税，你降税代表你的政府会收不到这么多税收，对吧？我的税收就变少了，然后我又欠这么多钱，那你的财政就不健康，你不健康我还去买你的债，对不对啊？你会不会倒啊？所以呢，大家对于这样的忧虑状况底下呢，就开始抛售日本的这个长天期的国债了，然后呢，他又要发新债，又没有人要接手，所以他的债券殖利率飙得非常高，这个是对日本的政府长期来讲，对他的财政的健康度是不信赖的。好，那你说日债呢，开始呢这个崩坏之后呢，它的一个外溢的效应是连美债都被拖累的。好，日本呢，过去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零利率的一个没有成本的一个货币嘛，所以有非常多套利交易。那这个外溢效应呢，当然就是我借了日元，我去买美债嘛，那就是套利很直接嘛。那现在呢，大家就觉得，哎呀，那你这个日本的长天期的公债也可以这个利率这么高的话，那你美债没有吸引力的话，我美债也卖掉嘛，对吧？我就不需要这样子搬来搬去嘛。所以呢，你看到美债呢，近来呢，这个10年期的一个这个公债殖利率的一个这个也飙高到4.28%，这个都是被推上去的哦。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些美债
日本的这些长天期的一个债券殖利率都这么高，价格呢都崩得这么低的时候呢，你就哇，这已经是有点颠覆我们过去的想象了。过去呢，你会觉得我钱放在美债、放在日本的公债都好稳定哦，我就稳稳的收息就好了，然后呢都没问题嘛，对不对？它的价格呢也应该会在一个很稳定的区间。你曾几何时你会想到说，我买一个美国或日本的政府公债，它的价格会出现这么剧烈的波动，不可思议的。你说我们正常投资人谁会去买那么长天期的一个政府公债？不会嘛，对吧？买的都是那种也是以国家来计的什么退休大基金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保险基金啊，就是稳稳当当收息的嘛。我没有想要有这么剧烈的价格波动的耶，但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于是乎你就来看，于是乎呢，蝴蝶效应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大型的是养老基金啊、保险基金啊，开始要撤出这些公债，撤出这样的一个商品了。我们来看最近呢，你看到的是这个丹麦呢，他说他的退休基金要离开美国的公债市场。当然你会说，哎呀，丹麦那是因为格陵兰的事情啦，对，没错。但是呢，你说谁会跟钱过不去？如果我的钱放在这个公债市场，它是稳稳当当让我收息的话，我干嘛不要？那当然呢，丹麦的退休基金它的部位不是很大，大概就1亿美金，它要卖掉这个美国的公债，那当然 OK 啦，也不是很多，不会有很大影响，但那个象征意义是有的。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欧洲的大型的这些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基金，他们现在都陆陆续续的呢在抛售美国的公债了，日本呢也一并，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当美国的公债、日本的公债呢，现在都面临到被抛售的命运的时候，这跟我们过去的想象就不太一样了，对吧？所以呢，你看到了全面退出美国的公债市场，这个是桥水的一个创办人达里欧，他说呢，这叫做把债券武器化。好，那这个武器化会有很大的一个威力吗？我们就要来看到，以美债来举例哦。目前呢，外国的投资人持有美债的比例大约是30%到34%左右，20年前的高峰大概是60%，那现在大概是3成左右，3到3成4哦，当然没有过去那么高。但是这个部位也不小，所以呢，债券的武器化到底在未来的这个地缘政治非常混乱的一个状况底下，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只能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呢，这种长天期，你看到美国，看到日本，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国家大到也不可能倒，对吧？但是呢，它的债券的一个殖利率呢，这样的一个剧烈变化，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是不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稳当的避险商品，公债不是一个非常稳当的避险商品，也不是一个让我觉得放在那里会非常放心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商品的时候，钱都到哪里去？到黄金去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黄金就是持续的一路往上攀高了哦。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分析这整个这个从日债，然后乃至于到美债长天期的最近都出现了非常剧烈的波动哦。这不是短线的震荡这应该是一个世代的整个投资的眼光，资本的出口在转弯的迹象。未来呢，还会有什么样新的方向出现呢？就让我们持续的往下看。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